日子，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有穿底裤的人。喂，清华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我又没有穿，干嘛要动？让我查查看。苏老师，志祥，依琳在哪里？他跟 Mr. 郭在一起，他们去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他们回来，你再问他们吧。琳，你没事吧？陆师傅要说别晕车。知道了，说出来心情好多了，而且还可以有求必应。早知道就早点跟你说。你真的要回去吗？不要太过分，陆老师已经打电话过来催了。走吧。跟同学们一起玩吧。你们跑去哪里啊？为什么这么迟？我们刚才上厕所。上厕所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？撒谎也不动动脑筋？就是不想说啊，这是我和 Mr. 郭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都说是秘密了，怎么可能告诉你啊？喂，你们在玩什么？哎，这是团体活动，最好不要让学生单独离队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会注意的。我语气是重了一点，我不希望大家为你们担心。我明白。刚才依琳心情不好，我陪她在海边坐了一下。 Mr. 郭，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吧。啊，Mr. 高中盲机，耶！教练，哎，依琳，你没事吧？打到哪里了？我没事，真没事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你们好，副校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你们呐。你们玩的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校长、副校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要开始玩第二个游戏了，一起吧。好啊。走，来。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叫做成双成对，我们开始吧。何止默契好啊，我们还是天作之合呢！
和校长是一对，你们可真会保密。毕竟是学校，他又是校长，不可以太张扬的。你们开始多久啦？约好一阵子了，恭喜你！谢谢。这次辛苦你跟彦斌啦，活动很成功，同学们都玩得很开心。最要感谢的还是那位赞助商，要不是因为他，这个活动可能都不能进行。这还不是多亏你？关我什么事啊？难道你不知道那位匿名赞助商是谁吗？是谁？是你的真命天子啊！你说郑南？是啊，我过账的时候看见他的名字，他没告诉你啊？哦，我是不是太多嘴了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为什么？他的人不错，对学生很有耐性，对你更没话说了。我知道。别说这个了，有件事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好，你说啊。你对师生恋有什么看法？你为什么这样问我？你不要告诉我有学生向你告白，所以才会引起误会，你跟郑南才会分手的。不是啊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只是随口问问。站在我的立场，我是不赞成师生恋。如果两人是真心喜欢彼此的呢？也不行啊，这个年纪的孩子思想不够成熟，老师呢更应该加以疏导，灌输他们正确的价值观。之前他本来想接受调职，到别的学校当校长的，可是为了留住他，你也知道啦，亮星不想失去一个这么好的副校长嘛，所以你就牺牲色相，以身相许。校长，你太伟大了。你别开玩笑啦。说真的，看到你这么幸福，真的替你开心。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，你别为了朋友把自己的幸福让出去啊，懂不懂？我没你这么伟大，只是时间不对，阴差阳错。老实说，我现在也没什么心情谈感情的事。怎么样，想当和尚啊？我现在把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，日子还是过得很充实。一个人也很好啊。好吧，那你就继续嘴硬啊。这里是交给你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男朋友等女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惜这句话是你说的，不是校长说的。我是用行动证明的，不是用口啊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去哪里啊？我们打算开车到马来西亚，一路北上，到哪里就是哪里。这里是我们的第一站。好浪漫啊！祝你们一路顺风，旅途愉快。谢谢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辛苦了。拜拜。走了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是大宝打来的，接还是不接啊？随你吧。喂，副校长，校长到底把你带去哪里了？我在你家楼下，我很担心你呀。你别等我了，我没那么早回去啊。啊，那你几时回来？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又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问那么多干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你就跟他说，你乐不思蜀，不回来了。俊辉、雨琪，老师，好，我们下次再来。我们明年再来。好，云峰、熊红。我还有一些推翻的事要处理，这里交给你。好。Jessie， 小老师，我们可以玩久一点嘛，晚上才回去啦。最好多住一晚。你知道这里一晚多少钱吗？我们可以睡海滩啊。那我宁可睡酒店大厅，有冷气有厕所，又不用还钱。好好，老师答应你们，只要你们努力读书，我们明年再来。真的吗？是。上车吧，哈。走了。Jessie， 你有没有看到依琳？他一早就出门啦。是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去找他。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
依琳，为什么坐在这里？大家都在等你。你们不用等我了，我还不想回去，你们先走吧。我们一起来，当然要一起回去。再说，如果你不回去，万一你发生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？放心吧，我会打电话跟她说，不关你的事。你别任性。如果你喜欢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来。下一次就可能没有机会了。杜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不舍在这个地方。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。依琳，你还年轻，接触的人并不多。很多时候，你对某人的好感只是一时的错觉。这不是错觉，我很肯定。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自己的感受。何必那么快下定论？你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别这么快进入感情世界。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杜老师啊，你是不是怕我跟你抢 Mr. Go？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。我们走吧，不要让大家担心啊。感情世界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就处于下风，永远被动。我是这样，Mr. Go 也是这样。能被你喜欢的人喜欢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杜老师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Mr. Go。我一定是疯了，竟然跟我的学生讨论这种话题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大家都在等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回去吧。雨林，没事吧？你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舒服也得走回去啊。难道等人家背啊？真的不舒服的话，我背你。终于肯背我了。那天的比赛，我看着你背杜老师，我多么希望你背的人是我。依琳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你不要误会。你还小，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快死了。你是同情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放心啦，我明白的。你肯背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希望生命可以在这里画上句号。别傻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快点吧。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我想和你谈依琳的事。依琳怎么了？依琳没事，有事的人是你。我有什么事啊？站在朋友的立场，我希望你可以注意一下。我知道你关心学生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尤其是女学生？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和依琳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我怎么想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别人怎么想，会怎么看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好，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人家会说你在欺负无知少女。那也没办法。什么没办法？你明知道这样做会让人说闲话，你还一意孤行。你知不知道人言可畏？谢谢你，我会小心一点，不让人家看到就是了。
你简直是无药可救，懒得理你。拜拜，老师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拜拜。老师再见。直接回家，不要乱跑啊！杜老师拜拜，Mr. 哥拜拜。杜老师，Mr. 哥再见。路上小心。哎呀，Mr. 哥放心啦，除了我老大之外，没有人对他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来啊，来追我啊！老师们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哎，依琳呢？怎么还没下来？应该还在睡觉吧？叫他没有反应哎。依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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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琳。依琳的情况这么严重，你怎么可以瞒着我？如果她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她父母交代？我答应过依琳会替她保密的，所以你也真是的，如果你早点跟我说，我还可以多注意她，还害我一直误会你。我无所谓。你当然无所谓啊，我现在只希望依琳会没事。依琳她怎么样了？她有没有危险？详细情况还不清楚，医生还在检查。早知道我就不会让她去了，已经病成这个样子，还要去干什么？医生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有没有危险呢？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最好能马上进行化疗。你们去帮她办理入院手续，详细情况等下再谈吧。小心。先坐一下吧。依琳，依琳，宝贝，依琳，宝贝，依琳，依琳。吓坏你们了吧？你别哭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医生这么说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别说傻话，只要接受化疗，病情就会有转机。我不要化疗。为什么？只有接受治疗才能战胜病魔。你不是答应过妈咪，旅行回来以后会好好接受治疗的吗？可是，不用担心医药费的事，Mr. Go 会帮你们的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。化疗会掉头发的，很难看的。生命重要还是头发重要？再说头发掉了还会再长的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你身边有这么多关心你的人，你舍得让我们难过吗？答应 Mr. Go， 好好打这一场仗，好吗？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洒。没想到玩得开开心心的，回来竟然会发生这种事。不懂依琳现在怎样哦 ？Mr. Go 又不让我们跟去。希望他没事就好啦。哎，你不觉得 Mr. Go 跟依琳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没？难道他们真的谈恋爱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说依琳的健康问题啦。你这么说，真的好像有点不对劲哎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依琳不是咳嗽就是流鼻血。上次骑脚车筹款的时候，她就无缘无故流了很多血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不正常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啊？我呸！胡说八道，神经病！你才得了绝症嘞！喂，我都没有揍他，我只是随口说说罢了。喂，依琳也是我的好朋友 ，OK？ 哎，不要生气啦。我去找毛毛了，拜拜。喂，每次都这样的。爸，会不会出去啊？爸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里？
爸，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爸，你别吓我啊！爸，爸，你应我啊！电话呢？爸，你醒醒啊！爸，爸，你别吓我啊！爸，爸，你别死啊！爸。没事，我都还没有事。你没事，你干嘛不应我？我很饿，没有力气应。我不是准备3天的食物给你吗？你为什么还会饿啊？我1天就把它吃完了。那你为什么不下去买？叫我不要乱跑，所以我一直躺在这里了。别跟我说你这几天都躺在这里啊！除了去以外啊，很饿，很饿。好，我现在就帮你买吃的哈。斯曼，不可以聊一聊？上去慢慢说吧。不用了，我把话说完就走，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，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跑来找你。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我还是会帮你的。你尽管说吧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得了癌症。是谁？我认识吗？他是怡琳。医生说他得了肾癌，第4期。我突然觉得，人生真的是很无常，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。其实有时候是因为身不由己，才会选择放弃的。我一直相信你不会背叛我，所以有件事我一定要问清楚：你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？我不明白，你指的是哪一方面？我是问你，在我们交往的日子，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女人上过床？是不是有过太多次，所以你无法回答？原来我在你心里是如此不堪。请你老实的回答我。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别再嬉皮笑脸了。有，还是没有？对不起。为什么你不否认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否认，我会相信你。Above seagulls fly, sailing gently in the sky. Moonlight starts to fade away. 喂， Morning sun
这么好，来看我。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上次叫你帮我买的股票可以脱手吗？现在脱手会亏钱的。没关系，能拿回多少就多少。急着用钱吗？要不我先借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不喜欢欠人家钱。原来我已经变成人家，不再是你 brother 了。不要这么说好不好？喂，我是。只要价钱不要差太远，就买吧。嗯，好，再联络。卖股票啊？你不是说会亏钱吗？不是，是卖餐馆。你是说这家餐馆？是啊，做的有点厌倦了，想换个环境，也可能会回美国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是不是因为斯曼？知道你们真正分手的原因吗？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。斯曼告诉我说，他看到一个女人在你家过了一夜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难怪他会问我有没有做背叛他的事。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去找他解释清楚吧。如果他相信我的话，根本就不用解释。问题是，他说是他亲眼看见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情人之间信任最重要，不然永远都会有根刺。其实追根究底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够爱我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那就不用再多说了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依琳今天的气色好多了。这孩子比我想象中的坚强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能帮忙补贴依琳的医药费。Mr. Go， 我们不可以要你的钱。你去收下吧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，以后再慢慢还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别这么说，依琳也是我的学生。依琳的爸爸知道她生病的事吗？我没有跟他讲，依琳也不想让他知道。依琳表面上说不想让你知道，但我知道她心里其实非常渴望父爱及一个完整的家。她什么时候知道她得了癌症的？应该是很早就知道了，可是我们都一直不相信她的话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宝贝，爹地真的对不起你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让依琳感受到家的温暖。这一直是她期盼的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或许这是老天给我的惩罚。
该惩罚的应该是 Daddy， 不应该是你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狼来了的故事是真的。宝贝，都是 Daddy 的错。Daddy 应该相信你的。我从小到大都在说骗话。Daddy， 以后如果你有其他的孩子，你一定要跟他们说，说谎是不对的。宝贝，Daddy 这一辈子啊，就有你这个女儿。依琳，我们来看你了。你们来了，这是我Daddy。好哥。你们慢慢聊吧，啊，我晚点再来看你。依琳，你好点了吗？没事啊，只是有点贫血。都搞到住院了，你还说没事？我也不想的啊，是那些医生大惊小怪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？可能1、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。听说你住院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放心啦，医生叫我好好休息就行了。依琳啊，你真的没事吧？当然啦，难道你希望我有事啊？当然不是，我还怀疑你有绝症，你说好不好笑啊？你们是不是韩剧看太多了？放心吧，开学后我就可以回去上课了。喂，不是说好2年后才一起挖出来看吗？来不及等了，总觉得依琳很不对劲，她一定有事瞒着我们呢。就算你这样挖，也未必找得到答案啊。而且我们已经发过誓了，你不怕泄露纸掉头发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别把我算进去就是了。我希望我还活着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依琳写了什么啊？他怎么可能这样写啊？难道你的猜测是对的？他会不会是开玩笑啊？如果他不是咳嗽流鼻血，就有可能啊。文生、志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Mr. Go， 告诉我，依琳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为什么你们1个2个都鬼鬼祟祟的？你这样扯住Mr. Go， 你要怎么回答啊？不是我想要瞒着你们，是依琳不想要让大家知道。我们是他的好朋友，我们有权知道啊！你自己看，如果依琳出了什么事，你要我们遗憾一辈子啊！Mr. Go， 就算我求求你了，告诉我依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依琳得的是肾癌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必须要尽快动手术。我这怎么办啊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声怪怪的。依琳啊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你一定要回来学校，我们一起毕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挖盒子出来看，比 Mr. Go 告诉我的。你竟然没遵守我们的约定，偷看我的字条。不然怎么样？不看都看了。再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就是怕你们伤心，为我难过。你真的是很倒霉耶，得这种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多希望那个生病的人是我。
你才没有那么幸运。现在啊，大家都很照顾我，都要看我的脸色，知道吗？到现在你还有这种心情开这种玩笑啊？你惨了，破坏了我们的约定，偷看了字条。难道你怕每天泻肚子，头发掉光光啊？我才不怕，我准备剃光头来陪你。别闹了，是谁说我会变光头的？再说，我也不想你陪我一起受罪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了。我不准你说这么泄气的话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陪你的。依琳啊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姨妈，要来这里干什么？来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啊！什么愿望？虽然我不是你喜欢的人，不过我还是可以陪你来看夕阳的。依琳啊，你喜欢的人是 Mr. Go 对吗？下次把他带来。不用啦，他都快被我烦死了。Mr. Go 的人真的是很好，他知道我有病的时候，对我可说是有求必应。这么说，他早就带你看过夕阳了。在圣淘沙的海边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夕阳，所以说呢，有些事情是强求不来的。那不好意思了，今天换你来完成我的心愿了。你的心愿不是当一名厨神的吗？换了，跟你一样，跟心爱的人一起看夕阳。好啊，那希望你今天能看到夕阳。好啊，那祝我好运吧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连在一起，从陌生到熟悉，到最后变成了不能够分离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轻易。看来我跟你一样，都看不到夕阳啦。你干嘛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有你这个朋友真好。依琳啊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，明天再来看你。晚安哥，晚安弟。哎，你们怎么会一起来的？你妈咪发现你不见了，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事，回来就好了。你肚子饿吗？我没胃口。对了，依琳，爹地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之前我跟你妈咪有些误会，现在我们没事了。真的吗？等你病好了，我们一起出国。到时候我会跟你妈咪旅行结婚，我们就可以拍全家福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明年就是这班同学的最后一年了。可惜，也有人掉队了。还在为以琳的病情难过。他还那么小，就要承受病痛的折磨。我真的希望他能安然度过，化险为夷。你也别太担心，我刚去看了他，他的心态改变了不少，比以前积极乐观多了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他会放弃。依琳的身边有这么多爱她的家人和朋友，她一定会为他们而加油的。喂，吃饭？好，没问题。
待会儿见。思曼啊，我们在学校。好，我会转告他，就这样。是郑南打来的，他想请我们过去吃饭。你们自己吃吧，我不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把餐馆转卖给人，也可能回美国。这件事和我无关，你不需要向我报告。今天是他结束营业前亲自下厨煮的最后一餐，你真的不去？不吃以后就吃不到了。你帮我祝他一路顺风。如果你还是为那天晚上的事而耿耿于怀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，郑南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就算那个女人真的在他的家过夜，那也不表示他们一定有出轨的行为。我也曾经和一个女性朋友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可是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既然你相信我，为什么不相信郑南？这已经是过去的事，他有没有出轨，我相不相信他都不重要。哎，就你一个。思曼说他刚好有事不能来，其实他是很想来的。没关系，我相信等一下他就会出现了。这么了解他，所以才分开啊。坐吧。思曼叫我转告你一路顺风。什么一路顺风啊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都还没决定。是我故意告诉他你可能会回美国，希望他会改变主意。来，为你的用心良苦干一杯。Cheers。Cheers。你坦白告诉我，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思曼的事？有啊。你是说真的？我也希望是假的。亏我用人格担保，你绝对不会背叛思曼。嗨。你真的来了？不欢迎我吗？不是不欢迎，只是被某人不幸言中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在猜你会不会出现。我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不像啊，所以你看，都为你准备好了，坐吧。哇，软壳蟹，这是特地为你煮的，好几次跟你吃饭你都吃不到。还是你最了解思曼。幸好今天我有过来，要不然损失就大了。不会啊，以后想吃还是可以叫郑南煮给你吃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要回去美国了吗？你是不是很不喜欢看到我？希望我快点回去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我刚来你就想走？他是想帮我们制造机会，希望我们快点复合。少费心啦，坐在这里吃吧。听到了没有？不然思曼你要走了，你是不是想害到他又吃不到软壳蟹啊？你们真的不可能复合。我现在才发现你真的很婆妈，真受不了你。来，为我们的友情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领略变幻四季，我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。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，我看到
自己。原来生命